楼上的男孩患有超雄综合症，一到凌晨1点就会发出砰砰砰砰类似用头撞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男孩歇斯底里的大叫。自从他们一家4口搬回来后，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邻居们也被折磨得受不了。终于今晚501爆发了，他气势汹汹地敲响了601的房门，大概敲了17、18下，取而代之的是501歇斯底里的大吼：吵吵吵，拉傻子在吵，信不信我弄死他？不一会601果然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倒是难得热闹了起来。503说：“501给你点赞。”这话我早就在心里说过几百遍了。602是真的烦，他们家重男轻女，连续留了好几个，终于怀上了儿子，去医院检查说有超雄综合症，不愿意打，非要生下来，结果生出这么个玩意儿。我默默窥屏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对他们的话非常赞同。就在这时，501也在群里发话了。是哪个神经病给老子发的短信？接着501丢出一条短信截图，电话号码未知，内容是我帮你杀了他。潜水的住客纷纷表态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等租户群安静了下来之后，我把手机搁枕边，闭眼准备睡觉。毕竟像这样安静的夜晚可不多。突然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是602发的消息。今晚601真的好安静，安静的不正常。你们说那个超雄男孩该不会真的被杀了吧？203立刻接话，怎么可能？那家子重男轻女，把儿子当宝，谁要是把他们儿子杀了，他们不得发疯和对方拼命？501却说，就那个傻子死了最好。501的话得到了503和402的强烈附和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503还是弱弱的问601，该不会是真杀人了吧？要不我们找个人上去看看？别看平时大家聊天聊得嗨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没人说话了。我想了想回了句，要不再观察几天，万一是超雄男孩生病了呢？503回复，好吧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所有人都只看到了601的夫妻俩，没有看到超雄男孩，也没有听到超雄男孩吵闹。这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口，扭头一看，是601的小女孩，她是超雄男孩的妹妹，穿着一身红裙子，长得怪可爱的，和那个超雄男孩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正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她悄悄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家真的死人了。”什么？姐姐，我说我家有人被杀了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房间门打开后，只见夫妻2人撒泼打混的哭着：“警察同志，天地良心啊，说我杀了我儿子，怎么可能？”超雄男孩站在旁边，不似以往那样身体轻颤且暴躁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眼神空洞，明显比几天前瘦了一圈。虽然超雄男孩的情况很奇怪，但是明显是个大活人。警察遇到这样的夫妻也很无奈，耐着性子说：“你们邻里邻外的，人家不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没出事最好。”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我拿了500块给601作为赔偿。完事后，我一直纳闷那个小姑娘为何要骗我。今天的夜晚仍旧很安静，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。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超雄男孩那副诡异的面孔。咚咚咚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咚咚咚，敲门声更急促更用力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地板都在颤动。我门口安装了一个声控灯，此刻声控灯正亮着，但猫眼里却是一片黑暗。我门旁有个窗户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窗帘缝隙里从外透出一缕微光，也就是说声控灯依旧还亮着。有人挡住了我的猫眼，我一点点靠近窗户，慢慢撩起了窗帘。我看见一张明显不对称、长着痤疮苍白的脸贴在玻璃上，他正用那双死鱼一般的眼睛狠狠盯着我。是超雄男孩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看向猫眼时，一个黑影缓缓从左边凑近，是一只眼睛。那眼睛在猫眼外往内看了半晌，这才远离。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，他是601的男主人。我竟然在包子里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。凌晨2点，我的房门被一阵乱敲，是楼上的超雄男孩又犯病了。我贴近猫眼，竟然对上了601男主人的眼睛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接着我看到他一把将超雄男孩扛在了肩上。超雄男孩发疯似的想要挣脱，可还是被601的男主人硬生生地扛着上了楼。第二天，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剁肉声吵醒，是楼上的601正在剁肉馅，他家已经连续剁了1个小时了。租户群开始叫苦不迭了，毕竟今天周末，大部分人都休息。503说：“烦死了，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昨晚吃鸡到4点，困死了。”201隔着3层声音都很大，501直接打开窗对着楼上喊：“601，你们是不是死儿子了？剁肉岂可吃饭吗？”601剁肉的声音停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，气得501跑到601的门口大骂：“你们家是不是要死了？再发出声音试试，信不信老子送你们一家人下地狱！”602也加入了战场，就是弄死你们算我一个。601再次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里纷纷给501点赞，我群豪杰啊，听你怼601可真爽啊！这时501突然在群里问：“这是谁呀？发短信吓唬老子！”接着他丢出一张短信截图，又是未知号码，这次写的是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我以为这又是谁的恶作剧，便盖上被子继续睡懒觉。到了中午出去吃饭时，我正巧和601的女人打了个照面，她手里拿着个纸箱，我瞄了一眼，
看到箱子正上方的几个字酱汁排脚肉鸡。女人看到我后，对着我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。呵呵，家里买了一只小乳猪，所以今天一直在剁肉，你多担待。我随即附和一声，转身下了楼。等我吃过午饭，刚走到5楼的楼梯口，就再次看到了601的女人。她把脸贴在我家的猫眼上，正努力从外往里看。请问你有事？听到我的声音，601女人立刻换上温和的笑容朝我看来。她抬起手，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拎了个白色塑料口袋。今天家里包了包子，拿几个来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本能的不想要，可是她非往我手里塞，没法，我最后只能收了。回到房间内，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了有人下楼的声音。我从猫眼里看到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敲响了501的门，估计又是来送包子的。但不同的是，501打开门后，他直接走了进去。隔了大概5分钟，这才传来601上楼离开的动静。很快，租户群的大伙开始讨论送包子这件事。203说，刚刚601来给我送包子了，震惊死我了。201，我差点以为他是来找我干架的。503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，601虽然有病，可他的包子是真的很好吃，味道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203，是吗？我没敢吃，我吃一个试试。我看聊天看饿了，从冰箱里找出601送的包子，上锅稍微加热了一下。我吃包子有个习惯，喜欢掰开再吃。可当我掰开包子后，里面竟然有一颗牙齿，这颗牙齿很熟悉，像是超雄男孩左边的小虎牙。我心想这也太不卫生了，便拍了一张照片想要发群里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算了，千万别影响其他人的胃口。只是让人郁闷的是，下午601又开始砍东西了，听声音应该是砍骨头，从2点砍到4点。晚上601又送东西来了，说是乳猪熬的高汤，里面加了虫草花和蘑菇。601的厨艺得到了租户群的点赞，不过我没喝，因为包子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。到了晚上9点，303突然找到我，你有没有发现602和501很久都没说话了？我不喜欢泡群，倒是没注意。303继续说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601砍骨头砍这么久，501还这么安静。你再想想501收到的那条短信，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被303这么一点，我也反应过来了。303接着说，你说601剁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501和602？太可怕了！还好我昨天不在家，错过了人肉包子。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我立即回复303，我找房东，让他给501打个电话试试。5楼的3间房都属于同一个房东。我立刻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告知了房东。501的手机铃声很快响起，他的手机铃声很特别，是一首热血的中文歌，激昂的曲调却让我浑身发冷，因为手机铃声响起时是从我楼顶的601传来的。我发现了楼上邻居的秘密，他竟然将自己的儿子做成了人肉包子。为了验证隔壁的501是否还活着，我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让房东打通了501的电话。可手机铃声响起时，让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铃声是从楼顶的601传来的。铃声很快停止，不知道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摁下了接听。大概等了10分钟，我给房东回了个电话询问详情。房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小将，谢谢你哈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指不定损失惨重。我硬着头皮问，请问是501本人接的电话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应该是感冒了。我敢肯定，接电话的人绝对不是501，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楼小刀割嗓子，就501没事。他当时还在群里嘚瑟，说猪倒了他都不会倒，更何况501昨天骂人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呢。陈姐，你给501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是谁给你打电话的？当然啊，我给他说了，是小将你提醒我的，做好事当然要留名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将，我有事就先挂了哈。电话挂断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这不是把我暴露了吗？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。我颤颤巍巍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一看，明明没人，可房门又被敲响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是601的小女孩。我赶紧打开门，招呼她让她进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小声道：姐姐，我来偷偷告诉你一声，小心一点，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今晚会来要你的命。小女孩说完，就扭头匆匆跑上了楼。她跑得可真快，这么安静的夜，我也没听到脚步声。这时601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用一种阴森的目光看着我，吓得我赶紧反锁了房门。我掏出手机，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。警察赶过来大约需要20分钟，现在我只能乖乖躲在家里，煎熬地等待救援。我又发消息告诉303，601的男主人疯了，501真的被他杀了，楼道里危险，千万别出门。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402的辱骂：大半夜的，谁把1楼的铁门锁了？402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常常这个点出去享受夜生活。接着我又听到他大喊：你别过来，你要干嘛？随后便传来了锤子敲击的声音。我被吓得躲在门后瑟瑟发抖，心想估计402也被嘎了。突然303给我回消息：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蛋了。
601把1楼的大铁门锁了，这下谁也逃不掉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601要杀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整栋楼的人。咚咚咚，这时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了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真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锤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房门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他开始发疯似的砸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我吓得快要崩溃了。就在他将房门彻底砸烂时，隔壁的503冲了出来，他一把抱住了601男主。见此状况，我也立刻冲上前，死死按住了601手中的铁锤。听到动静的303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最终在我们3人的合力围攻下，终于制服了601的男主。事后，清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，整栋楼里除了我们3人以及601的女主，所有人全被601男主杀害了。我听到这鼻子一酸，这才想起601的小女孩，赶忙询问他的女儿呢？我明明看到她还在。警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，经过调查，他的女儿早在3个月前就被杀害了，也是被601的男主人做成了人肉包子。原来自从他们家生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后，601的男主因为无法接受现实，患上了精神病。在搬到这栋楼后，因为邻居们的辱骂，促使他的病情越发严重。先是心理不平衡，杀掉了身体正常的女儿，接着他又恨铁不成钢，残忍杀掉了超雄男孩，然后逼迫自己的妻子将超雄男孩的肉做成了人肉包子，分给大伙吃。最终一无所有的他，又将目标瞄准了整栋楼的住户。知道真相后，我不自觉地朝楼顶的601看去，突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楼道里，她冲我摆了摆手，仿佛在说再见了，姐姐。